大家好，我是 CFTE 及发展理事会的总理，我代表全体工作人员，欢迎各位最新一代蓝图机器人来到这个城市。在这里，一切住房、出行、食物以及各类社会福利均为免费提供。每隔一段时间，发展理事会将进行一次统一算力测评及 SCT 测试，以便帮助各位进行自我提升，并且更好地搭建蓝图种族的上层建筑。每次测评的优胜者将被复制，并用于下一代蓝图机器人的生产。各位也是基于上一代机器人所产出的，期待你们能为蓝图的未来贡献力量。再一次欢迎各位，这里将成为你未来一生的家园。这你的吧？啊，谢谢。对，哎，你是新来的吧？哎，你怎么知道的？啊，没关系，你在这待久了都能认识。哎，你住哪？大概住那片儿吧。我看应该是那么说的。哦，好像现在大部分人都住那里，离豆腐城倒是挺近。豆腐城是哪儿啊？哦，你不知道豆腐城啊？那哪天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好啊。哎，我要到站了，你在哪站下车啊？哦，跟你一起。那我们一起走吧。嗯。赵宇记，您好。根据发展理事会统一算力测评标准，我们已将您注册为此届统一算力测评 SCT 的应试生。此测评将会测量您和其他应试生的神经网络处理能力，以便校准和提升 CFTE 未来生产机器人的算力能力。请根据以下提供的信息，在5月12日8点准时前往发展理事会总部测试场地参加测评。若您收到了这封信，说明您接受、遵守一切发展理事会统一算力测评管理标准与规则以及处理方式。哎，
你也在这儿工作啊？哎，哦，你啊？考试准备怎么样？考试，那个 SC 考试吗？是啊。说实在，我没怎么准备。不过反倒是你们，这不是个研究生公司吗？我看你们怎么都在这是做题吗？这个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就准备 SCT 嘛。SC 考试它有那么重要吗？我感觉那就是个普通的技能性考试啊。况且我上次考也感觉没有很难呀。哎，你可能新生产还不懂吧？但是你就听我这个不太熟的朋友一起劝，你这个 SCT 考试呢，还是要好好复习的，毕竟还是第一次考嘛。好吧，总之谢谢你的劝告了，我会好好努力备考的。然后你中午要一起吃饭吗？哎，好啊，那咱们一块儿吧。行啊。哎，吃差不多了，咱们结账走吧。不用结账的，咱们走就是了。这吃饭居然不需要结账？是啊，这城市里面哪都有免费的食物供应。再说了，你没有发现你住房前没有交房租吗？好像还真是，这么好的吗？是啊，这城市福利可好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这么多人想来这个城市生活了。那我刚刚路上还看见个篮球馆，那边也不需要交钱吗？不需要啊。那我们下班去打篮球吧。哦，那就算了，我还是回家复习呢。复习？你白天不是已经复习过了吗？你回家难道还要继续吗？可能其他同事比较新，他们可能轻轻松松的，不用复习就能高分通过测试。我呢，还是得复习。高分？这考试高分又有什么用呢？你看，你刚刚说这里什么都有，那你又能通过高分获得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我是要回家复习的。你看，毕竟还有几天就考试了。行，我先回公司了。那好吧，再见，拜拜。您需在参加统一算力测评时，遵守发展理事会统一算力测评管理标准与规则。您需接受发展理事会统一算力测评系统评估成果和评估过程。测评规则如下：测评中，您会收到一或多个指令，请以您最大的努力执行这些指令。您的一切动态将被录制并分析，影响成绩的评估。测评全过程中，应试生需处在测试间内进行测评。测评全过程中，禁止应试生之间交流、传递资料。应试生禁止将测试场中带入任何资料、材料或影响测评公平性的物品。测评结束后，所有应试生无条件接受发展理事会所提供的测评结果。发展理事会统一算力测评现在开始。
发展理事会统一算力测评已结束，请应试生在隔间内等待结果公布。请各位应试生迅速离开测评场地。这测评有那么紧张吗？我考前30%，及格了。你考多少啊53。哦，那好像确实有些难哈。哎，对了，我看同事就在我们后边隔间，他怎么没出来呀？他上次成绩就不太理想，这次可能没及格吧。没及格？我看他工作的时候他一直在复习 SAT， 一直在复习，连工作都没工作过，他还能不及格？不过他要不及格确实挺可惜的哈。要不我们回公司安慰安慰他去吧。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理解，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就是豆腐城。你应该知道 ，SAT 前5%的考生会被邀请去复制神经蓝图，也会受到更好住房的优待。但是 SAT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倒数10%的考生们会被现场被拆解，成为 CFTE 新一代机器人的原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骗你。那岂不是我们的同事也是被？对。考试结束后，那些考件没有打开的人，都是不及格的。他们就从那个强力的管道里，直接被送到工厂，被拆解，直接成为原料。这么可怕？难道就没人反抗吗？就没有人想逃跑吗？逃跑的人就在这儿，就在豆腐城住着。当你逃跑之后，CFTE 就停止给你供应免费的吃住住行和工作，这些人就只能在这里待着。行吧，这就算我带你介绍完城市了。豆腐城也有着最精通这个城市内外和 CFTE 内部工作原理的人，你也可以和他们聊聊。我有事，我就先走了。好吧，拜拜。你好啊，嘿，你是新生产的吧？没什么困难，来这地方干什么呀？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希望没有冒犯到您。这个 SAT 测评这么可怕，像我们随时面临着被拆解的风险，
你们就没有考虑过离开这座城市，去到外面生活吗？嗨，那城市外面除了光和发电板，就是无边无尽的荒郊野外，谁闲的没事儿上那地方送死去啊？那总有人出去过吧？可能吧，但是大多数人，除了参加考试，就是像我一样待在这地方。这地方有吃又有喝，谁闲的没事儿想上那外面去呢？那，好吧，谢谢你。又在这儿。我觉得我们都很努力了。是啊，你还比我好点，我已经到倒数10%了。自从上次收到第二次考试的通知，我们就一刻都没敢懈怠过。你看，上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复习。总有新一代机器人，他们不需要多少复习就能高分通过。像我们这种，只能好好努力了呗。但愿努力能胜过天赋一点点。各位市民，根据上一次 SCT 测评结果，我们选择了前5%的机器人进行复制。最新一代的蓝图机器人已经投入生产。根据 CFT 研发部提供的数据，此次新一代机器人的图像处理性能相较上一代提升了24%，数据分析能力提升了10%，语言理解能力提升了15%。CFTE 管理部通知，由于全市使用通信语机器人人数低于1%，通信语将于今日退出 CFTE 官方语言，即今日起，城市中标识、通知和公共交通你不觉得这个机制有问题吗？我们一遍一遍永无休止地参加这个测评，就算考得分高，也不会改变什么。每次考完以后，要么被拆解，要么生活在即将被拆解的恐慌之中，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你能在这里免费享有一切，你在这里有无数种自由的选择，这不就是努力的意义吗？自由？你说的自由就是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吗？这里一切都是免费的，确实，但是你需要付出你的情绪价值。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低头前行，又怎么可能享受到这些免费的福利呢？不管怎么样，你得先生活。不管努力的意义是什么，你得先开始努力，这就是这里的规则。总之，这不是我想要的，毫无意义的生活。我先走了，明天见。明天见。
拜拜，我错了。快跟我走。好。城市中测评场上，这里居然到处都是监控，难道我们就生活在别人的监控之下吗？这还有什么自由和隐私可言？每个人的成绩时时滚动。我曾经想过，这套系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从没有想过 SCT 已经渗透了这个城市的骨髓。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竞争而生。哎，那不是我们的同事吗？哎，你们干什么？别拿我！我考试不可能不及格，再拍一遍卷子吧！求你们别带我走！哎，是啊，他不是最新一代机器人吗？他怎么会在这里？这根本就是为了竞争而竞争，这根本不会让市民变得更加幸福，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竞争的奴隶。不行，我要去找理事会。理事会？你找他们干嘛？我要去拆除这套系统。拆除？这套系统不就是为了我们的提升而建的吗？你们根本没有想过，这样无休止努力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吗？唉，也对，那市民是懒惰的，永远囿于自己的舒适圈内。毕竟未知的生活永远比无休止的努力更加的可怕。好吧，我陪你去找总理，但是我可不同意拆除。
你是来干什么的？我见总理，你不可以进。我要求拆除这套测评系统，我和总理当面对质。总理，有人找你。让他进来吧。好的，请进。总理，我想请问你，这个 SCT 考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这样一轮一轮永无休止的考试，你没有考虑过市民的感受吗？确实，你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的资源、免费的食物、免费的住房、免费的一切，这也确实是许多市民忠实于这个城市的理由之一。但是，您作为总理，也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幸福，让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将他们拽入无尽的深渊。所以，我要求拆除这套系统。为什么要拆除这套系统？还有你说的阴谋，阴谋是什么？我没有任何阴谋啊！我想让一代又一代的机器人在一轮一轮的测评当中，与不同代的机器人进行竞争，提升他们的能力，这不能算作阴谋吧？况且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我们只是想让我们这个种族变成世界上最优秀、最先进的种族，让市民的生活越过越好啊！但是我们根本不能从这个测评之中学到任何的东西。像我参加第一个测评，学习鲁班锁的拼装技巧，这在生活中、工作中，它又有什么作用呢？你这根本就是为了竞争而竞争啊！但是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总得有一项规则、一项标准，去评判谁能够拿得到这个。但是我们活下来的人根本不能享受到这些免费的资源，每天被焦虑和压抑裹挟着，谁还有心情去享受你们这些免费的福利？这根本就是你们理事会的借口。你别激动，总理。我想，也许这套机制的确有些欠缺，但是也许不拆除，但可以改进一些。如果给市民们让他们自己的选择，让他们不因为和别人的竞争，为了生存而竞争，而是通过自己的爱好来自发的来学习，提升自己，来提升整个种族。你觉得这样怎样？你们说的，我会和理事会的同事商量之后再决定的。谢谢你们，请离开吧。我要离开了，你也保重，路还长，愿你们找到内心真正的自我。One day you'll look up at the ceiling above. If you're lucky, you'll be surrounded by the ones that you love. When the lights in your eyes fade and life flashes by,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 One day you'll sleep and you'll never wake again. Heaven, hell, nirvana, nothing, no one knows how it ends. Rest in peace or pieces and won't even know why.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 Read your horoscopes, your palms and tarot cards, but either way your destination ain't very far. You could drown or choke or burn or be hit by a car.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but something will eventually. One day you'll look back at the life that you led. No more future left to fear that you'll have the past to regret. But your worries will be over if you truly realize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 Take it away, hang.
复习了，对。 In the fabric of time 开说话了 and in the 啊，对，反正也 vastness 不录 of 成。 space, a billion amounts to 录吗？ nothing in infinity's 你看这个 face. At most a 这个 couple D 和 C generations will 加起来就是48 remember the 号 ways in 为什么 which 不是 your 51 life 号呢？ never mattered. So who cares if it's a waste? Well, one day you'll be not even a faint memory. No one most goes to far and leave from your family tree. Your legacy's not yours to see, nor is your eulogy. And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 all means. But you'll be at peace before you sleep if you just keep this in mind, tha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goe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So whether it's cancer, murder, or suicide,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 No need to fear those planets. Here you won't be alive. Try not to think about it.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 and there's probably nothing after.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 So if you only have one chance, you ought to try your best to live as you like. One day you're going to die.